带孩子比杀人可累多了，这当娘的真够不容易的。要试试。哎，水已准备好了，累得老子都作腮了呀，前胸贴后背。哎，我要洗澡，你出去一下。骂谁呢？老子是出了名的正人君子，绝对不会偷看你洗澡的。再说了，你有什么好看的？你最好是，不然我一定戳瞎你的双眼。赶紧洗吧，累得都睁不开眼了。老七，嘘。七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元婴宫的庙帅跟庙火掳走龙门村的孩子们，我一路追来，正想办法救他们呢。你们呢？阁主也收到情报，元婴宫四处掠夺孩童，制造混乱，是为了将顶剑阁舞剑引出阁中，趁阁中防守虚空，暗杀阁主。阁主说他早就有意铲除元婴宫，为民除害，等这次风波过了之后，就联合中原正派共商剿灭元婴宫大计。这个常无绝，果真是心狠手辣。对了，你们二位出来，大哥和二哥可在阁中保护阁主呢。阁主收到情报之前，已经派大哥他们去了中原各地，一时回不去阁中。那阁中岂不是只剩阁主一人了？老七，请放心，阁主也有后继，能阻碍元婴宫攻上顶剑阁。反正这边一有异动，我立刻传信给他。好，既然那五名子的庙火庙水都在死地，不如我们联手打他们个措手不及，也能趁乱救出孩子们。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正面交锋，会伤到孩子们。这一次，我们只能智取。哎呀，哎，哎呀，你这稀里哗啦的，让不让人睡觉了呀？洗那么久，一会儿都能清时间。洗好了没有啊？不准回头，不准偷看啊！什么动静？龙啊，我在外头叫呢。还什么动静？你出去看看。你怎么不去啊？我光着我怎么出去啊？那同是五名子，老子凭什么替你差遣？我不是在差遣你，我现在不是不方便吗？我们庙火使英俊又潇洒，就出去看看嘛。女人啊，太麻烦。去你！别怕，是药师谷薛谷主让我来救你们的。小叶姐姐，你看我没骗你们吧？咱们获救了，获救了。快走！来，快，跟上！快，跟上！走，走。
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们怎么才来？那群贱人都逃走了。妙火呢？不知道。你不用去了。人呢？躲躲藏藏的，老子耗死你！给老子出来！我靠！哎！你没别的事儿干吗？你怎么老来打我呀？我又打不过你。你现在可以啊，一眼就能认出我来了。惠家4年除夕夜，你在玲珑花界喝花酒欠下了花酒钱，可是你爹爹我亲自给你还的债，当时你还跪下来感恩戴德的谢我呢，怎么就忘了呢？惠家4年除夕夜我都不在扬州。哟，还想赖账不成？谁赖账了？老子行得正坐得直，就连杀人放火都敢认，真的不敢认吗？说没去就没去。老子的娘就出身青楼，从来不喝花酒。你少在这血口喷人啊！难道是我记错了？肯定是你记错了呀！不可能，当时4哥跟我在一块儿呢，他能替我作证。谁没有个证人？我当时跟那个妙水执行药物呢。哦，原来在玲珑花界喝花酒是在执行药物呢。不是，在魔家村执行药物。还在魔家村执行喝花酒的药物啊？花酒不喝花酒呢，在魔家村杀人。杀什么人？杀！哎，村民。那些村民可都是我师父秋水鹤杀的，你们元婴宫才没那个本事。我们元婴宫，元婴宫怎么了？惠家4年除夕夜，魔家村全村被屠，元婴宫才是罪魁祸首。是也不是？是你们教王设计陷害天山派，让天山派成为替罪羊。是也不是？说话！不能说是陷害，主要是秋水老儿太贪了，要不然这黑锅也扣不到他头上。你现在最好将事情一五一十的告知我，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。关键时刻，一个有用的都没有。已经收到了密信，鼎剑阁应该是知道了我们的计划，在阁中外都做好了防护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听说南宫延琪应该已经带人前往元一宫了。什么？想干什么去啊？欲以计还计，趁元一宫空虚，一举拿下呗。我们必须尽快返回元一宫。你怎么确认这消息属实？我看，只不过是鼎剑阁南宫延琪的计策。无法确认消息的真与假，但万一是真的呢？教王现在身边只有妙风一人，他很可能处在危险之中。可万一是假的呢？药物失败的后果，你承担得起吗？你什么意思呀？可是要不顾教王的安危。眼下我认为教王交给我们的药物为重。你眼里只有药物成功不成功，还有没有教王？
谷主，周行之周公子送来信件，他说他和夏公子在宿州附近遇见了霍七公子，他们已经协力将小龙和几个孩子救出来了。暂时先就近把孩子们送去鼎剑阁，之后再把孩子送回来。好。那霍展白呢？信里没提。哦。谷主，天色已晚，我们先回去歇息吧。袁一狗，或是灭存真凶。雪瑶，你主人呢？你怎么独自回来了？灭村一事，果然与袁一公脱不了干系。霍展白呢？他可又是身处险境难以脱身，又或者是重伤倒在半路了。这么早，谷主要去哪儿？回离谷一趟。可是为了霍七公子，外面天大地大，谷主要去何处去？雪耀会带我找到他。那我同谷主一起去。时间紧急，我骑马先行一步。他若是受了重伤，肯定骑不了马。你和风律随后备好马车赶到。可是你的寒疾，无碍。
火战白，谷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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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的寒疾已经发作，必须现在立刻马上返回药师谷。如果我现在回去的话，他会死在这儿的。可是，谷主，你的身体。谷主，不可，谷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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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制服丸虽能暂时止住寒疾，却是饮鸩止渴。药效过了之后，马上会产生反噬，你的病情会更严重的呀。如果你们真的担心我，就赶紧备药。白桃花、白芨、仙鹤草。霍展白，你醒醒啊！霍展白，霍展白，你是时候该醒过来了。霍展白，霍展白，霍展白，你快醒过来！你快醒醒！霍展白，木儿的药还没有凑齐，你快醒过来啊！你还要去凑齐药呢，霍展白！霍展白，霍展白，你不是有情有义、信守承诺的吗？你欠我那么多的诊金，你都没有还，你得把我的诊金还上啊！
我看你根本就是个无赖，你不守信用。你现在不仅连墨儿的命都不管了，你连我的真亲都要赖掉。侯振白，侯振白，你不是想喝下红尘吗？我已经在别墅底下埋了2袋下红尘，我本来是想要跟你一起喝的。你快起来，你快醒过来！如果你不起来的话，我就自己喝了，到时候你就不要怪我。我认白，我认白。三女儿。 我又没死，没死，你躺在这儿做什么？我以为我回到药师国了，便躺在这儿了。你给我小龙他们的消息。 放心吧，你4哥还有8弟已经将他们安全送回顶剑阁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怎么出国了？ 没事儿。哎，谷主，谷主，谷主已经离开药师谷太久了，必须马上回去。可是马车在下面被卡住了。交给我，我先送他回去。可霍公子，你刚刚才……你们血谷主妙手回春，我的身体已无大碍。 我先骑马送他回去吧，把他扶起来。来，快去！好，谷主，谷主，谷主怎么了？谷主怎么了？谷主寒气发作，快带他去温泉。等等，子夜服了制服吧。温泉已无用，送去药炉。 好。涉过了万水千山，又何惧命运的霜寒？若长夜极深，我便为灯盏，照破余生黯淡。怎么样？他醒了吗？霍希公子，请放心，谷主暂时没有生命之危。 不日即可醒来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宁伯伯，
可是还有什么不妥？当年子夜沿着冰河顺流而下，飘到了药师谷。虽然雪怀公子把唯一的伏兵给了他，但子夜也在水中漂了一晚上。冰河的寒气深入了骨髓，从此落下了寒痹症。前任廖谷主给他开了一方，令他调养，但是多年来劳心劳力，沉疴入骨，这病症倒是逐渐加重了。方子也不像刚开始时那么管用了，现在只能靠着药炉里的温泉养着。是我连累了他。子夜心里应该清楚，你为了他赴汤蹈火，他岂能置你于不顾呢？他应当是希望不要再有人因帮他而死了。我听双红说，子夜是为了救你性命赶不回来，于是服了制服丸。那制服丸的药力非常猛烈，再加上此次出谷时间又太久，他经此一遭，以后要想出谷，恐怕是难上加难了。宁伯伯，我能做些什么吗？你有伤在身，回来后还没有休息吧？喂，子夜现在已无大碍，你呀，还是回房歇息吧。你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，莫要辜负了他冒险救你。知道了，伯伯。霍七公子，谷主的暖床12时辰烧着，也用不了这么多柴火。你还是回去歇息片刻吧。更何况你的伤还未好。你照顾谷主便可，不必管我。谷主，你醒了。谷主，你醒了，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呀？没事吧，谷主？谷主，冷不冷？来，慢点。谷主，我去给你倒杯水吧。霍公子，霍公子，谷主醒了。我昏睡几日了？有一阵子了。谷主刚刚很不可以，可是做了噩梦。可是梦到魔家村的人们了。好冷，冷？这暖床烧得热热的，怎么会冷呢？可是我的寒症又加重了。徐公主。故事
国主昏睡这几日，霍七公子日夜守着，不是砍柴，就是上暖床，一刻也不曾停下过。伤都好了，你的寒疾怎么样了？无碍。别这么看着我，我又不是死了。都是我不好。可不都是因为你。我同你讲过，只需救出小龙他们，无需为其他事情耽误。你为何不听？当时4个老八都在现场，我也深知他们定能保证小龙他们的安全。我也知道此事和元一公脱不了干系，但终究没能问出来，反而连累了你。抱歉。那这回总该以死谢罪了吧？我的命都是你救的，你想怎么处置，悉听尊便。还当真了？不必在意，虽然没有找到真相，但好歹多了一丝线索。我相信，终有一日会真相大白的。可是你的身体……可是什么？我这个人呢，最讨厌欠人家人情。这一次，我们2个算是扯平了。我这药师谷里头，4季景色各有别致，有的是美景。不管怎么说，终究是我欠你个大人情。日后有需要我的地方，我定赴汤蹈火的帮你。我虽昏睡了几日，但醒的也算是时候。掐指算算，昙花应该在今夜就会开放。你平日话最多，今日可不许惊扰昙花开放。谁见摇橹中香缓缓透过窗，素手到底垂目而你轻抚上，寻你目光，落花掌心。你见过昙花开吗？没有。你呢？儿时祖父总是带着我，一起等待昙花绽放。他怕我年幼坐不住，就会提前去京城的集市上，给我买许多的透花瓷，让我边吃边等。可是每一回，我都是吃着吃着便睡着了。看过很多次昙花，却没有见过它一次是开的。如今想起来真是有趣，每回都是我闹着要看，却一次次的错过。你今天一定会见到的。希望吧。看着这昙花，倒有些嘴馋了。想起儿时祖父给我买的那透花瓷，若是遇上现做的，外皮筋道，里头软糯，口感甚好。京城离这不过100里，你真的那么想吃的话，下次给你带回来。
豆花籽得吃现做的，口感才最好，不必麻烦了。怎么了？真的开了。能让人心动的美丽，莫过于昙花盛开的瞬间，极短，却又铭记于心。彩云易逝，琉璃易碎，这世间的好物，总是不胜监牢。你以后别再逞强了。你这一次逞强，足足睡了几日。若不是醒来及时，岂不是错过了这昙花盛开的瞬间？你要是再逞强，万一下次真错过了什么怎么办？啰嗦。我认真的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下次无论是谁，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都见死不救，这总行了吧？花开一瞬，的确可惜。云散终会重聚，琉璃若是细心呵护，也不会破碎。唯有这花期难改，终究是短暂相逢。短短一瞬，若是能定格于心，也算是永恒。花开花落，皆有定时，不可逆转。但只要抓住一瞬的美丽，就不需遗憾。